身为首富继承人，我很满意我的新丈夫。他向来安守本分，从不乱来。清月，嫁给我吧，我绝对不会背叛你。所以，当我看到他蹲下为他的好妹妹系鞋带的时候，并没有说什么，只是为她准备了100双没有鞋带的鞋子。老公，你手那么巧，还爱系鞋带，就系个够吧。毕竟男人本来就是一次性的，用的不舒心，不如趁早万一。今天呢，带大家来到梦氏集团新开发的游乐园，一起来吧。没事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孟总，怎么是您啊？谢谢你，平川哥。啊，那对情侣我今天看到好几次了，又是拥抱又是牵手，可甜了。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老公。是我妹妹，刚从国外留学回来，我带她出来转转。这就是孟姐姐吧？我是平川哥的青梅竹马，我叫周小玲。小玲，不是说在公司开会吗？开的什么会啊？约会？误会。你倒是挺会啊。孟总，欢迎市场。顾总也来了，感情真是好。那就这边请吧。哎呀，平川哥，你都没系好，害得我又差点摔跤。不好意思啊，孟姐姐，我小时候为了救平川哥，腰受过伤，不能弯腰。门口那家鞋店，去帮我买下来。去吧。是。谢谢你，平川哥。孟姐姐，你不会生气吧？我和平川哥就是哥们儿，不会有什么的。孙小玲，刚才还说是什么妹妹，这会儿就变成哥们儿了。我叫周小玲。哼，走吧。我可真羡慕你啊，孟姐姐，命真好，可以嫁给像平川哥这样事业有成的男人。只需要一个人在家做混吃等死的富太太就好了，就连出门都能蹭上平川哥哥的光，被人捧得高高的呢。混吃等死。哎呀，孟姐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我说教你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这女人呀，还是不能太物质。你谁呀你？逼逼个没完！你敢这么和孟总说话？你以为孟总是家庭主妇啊？他可是姓孟，首富孟家的孟。孟家？你以为呢？孟总起初和顾家联姻，那可是下家，就连这个游乐园也是我们孟总的产业。壮！没屁你就少硌了嗓子，还不快向孟总道歉！平川哥。给你嫂子道歉，以后说话注意分寸。对不起，行了吧？既然周妹妹回国了，老公，你就好好陪妹妹玩吧，剩下的我们晚上回去再说。平川哥，你就任由他这样欺负我吗？老婆，这么晚还不睡？等我啊！我今天真是累坏了，刚帮小莲找了房子，把她安顿下来，就可以好好过我们的2人世。闭眼，有惊喜给你。都老夫老妻了，还搞这一套？什么东西啊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3、2、1。
老婆，你这是……开始吧。这些鞋子啊，都是给员工准备的福利，但是买回来才发现鞋带都没有穿。老公，你手那么巧，还爱系鞋带，就系个够吧。这什么鞋啊？连鞋带都不带就出手。老婆，这样，我给你买质量更好、更贵的，那这些就让吴妈他们……老公，你明明知道的，我是什么意思？我这双手它就不是吗？但是我今天看你给林妹妹系鞋带的时候，挺主动的呀。原来是吃醋了呀！我那个雷厉风行的女王大人又吃醋了，你不也听说了吗？主要是小林帮过我和我妈，确实也因为救我受过伤。知道，我都知道。可是老公，你要知道，任何其他人都不能凌驾于我们的关系之上，你懂吗？我保证，以后我和小林……哦不，我和任何人我都保持距离。你别生气了。我知道，你一直以来呢都很有边界感，但是让其他人侵入你的边界，在一定程度上来说，也算是你越界了。所以啊，这些鞋带还是要弄的，就当是你今天诱骗我，就任由某个妹妹越界的惩罚。老公，我们虽然是联姻，但是这么多年以来，你一直对我很好。我相信今天晚上，你也不会让我失望的，对吗？我知道，我会弄好。乖，加油。孟总，这是那个周小玲的全部资料。那这些鞋子都捐了吧？是。吴妈，先生呢？先生去公司了，一大早就起来给夫人做早饭，看起来挺高兴的。高兴？为什么？好像是说夫人您这样冷冰冰的性格也会吃醋，发小女孩脾气，她挺受用的。是吗？她不恨我？先生那么爱夫人，怎么会恨？不过昨天晚上穿鞋穿到第78双的时候，先生眼圈都红了，有些委屈呢。知道了，去吧。哎，吴妈，帮我煲点补汤，中午休息的时候去顾氏那儿。哎，好。孟总好，孟总您来了，我这就通知顾总下来接您。不用。这孟总怎么来了？要不要给总裁报信啊？这不用吧，感觉孟总心情挺好的。但是万一遇到让人不高兴的人……周小林，平川哥，放这儿吧。你，哎呀，人家帮你按摩嘛，就当是早上你给我带早餐的奖励。平川哥，你好辛苦哦，你看着都瘦了。
看来孟姐姐都没有好好照顾你。秀，看来我这来的不是时候啊。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还不走啊？等着我请你出去吗？我是平川哥的贴身秘书，是来工作的，倒是你擅自闯进来，就算是夫妻，也要尊重平川哥，防止公司机密泄露吧。所以呢？小莲，你先出去。平川哥，你难道怕他了吗？明明是他侵犯了你的私人空间，你给我闭嘴！贴身秘书，就是对着自己的上司、别人的丈夫贴身服务。你被开除了。你凭什么开除我？你有什么特权？那我还真是有特权。小王，进来，孟总，通知人事，开除他。你敢！平川哥，你看他，仗着是你太太的身份，就在公司作威作福，这是你的地盘，你快赶他走啊！老公，刚刚你妹妹说的，也是你想的吗？平川哥，你快说呀！这是你的地盘，你怕什么？而他不过是仗着家族的绣花枕头，运气好了才能嫁给你。平川哥，如果你不想要他，谁敢拦你？还真是个小可爱。你告诉我，现在的故事谁当？告诉他，现在的故事谁当家？顾氏，顾总拥有20%股份，而老顾总拥有10%，孟总，也就是夫人您，拥有40%的股份。怎么可能？平川哥，你怎么能给他那么多股份呢？我知道，一定是顾伯父逼你的，是不是？啊，还真是聒噪。带走。清月，老公，我这也是为了你好。现在的顾氏已经接连2个季度亏损了，要是再留这么一个天天需要被资助的人在身边，怎么办啊？对吗？孟清月，你也别太侮辱人了。我虽然是个小秘书，但是我是凭自己的本事在赚钱，而你不过仗着自己是总裁夫人的位置，挥挥平川哥哥的钱罢了。如果离了平川哥，你又能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就你刚刚耽误我的几分钟时间，我就有几个亿的到账。再继续耽误下去，这个损失是你来赔，还是你的平川哥哥来赔？小林，出去。走吧。走。清月，顾平川，你的第2次机会用完了。老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老公，结婚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，除了我爸妈，任何人在我面前都只有1次机会，犯了错我就不会再要了。你不一样，你是我丈夫，我很爱你，所以你的机会有3次。昨天是第1次，今天是第2次。不是，老婆，你不知道
小林刚回国，她不像你，是女强人，有家里的托举，我就想着能帮一点是一点，这才……什么叫不像我？我最开始的时候也是独自一个人出国创业，从零开始，从来没拿过我爸妈1分钱。我可以，怎么到他这就不行了？哎，不是，这不是一个概念，你这样对比不公平。这都不是一个概念，那就是你在偷换概念了。老公，他刚跟你按摩的舒服吧？要公平。要公平的话呢，是不是我现在也出去找个人给我也按一按？孟清月，言尽于此，我相信有些道理你是懂的。老公，就算是抛开我们的感情不谈，也要为我们的2家公司着想啊！你不要太自私，好吗？啊，对了，桌上的汤应该还是热的，你趁热喝，补补身体。晚上还有家宴，别忘了。我相信你，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的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辛苦老婆。老婆，抱歉啊，我以为你会提前过来的，就没去接你。没事儿，反正家里又不是没有别的车，走吧。如果不是5年前我突发心脏病去国外治疗，如今孟清月就是我的女人。清月，平川回来了。大哥，爸，我和清月回来了。哎呦，我儿媳妇回来了！来来来，快过来吃个饭。走走走。哎呀，妈妈呢？小月来啦，来，快尝尝这道排骨，知道你爱吃，你爸爸特意让我做的。真温暖啊！我想要的妻子就是妈妈这样，在家里能照顾丈夫孩子的贤惠女人。来，妈，你的手。没事儿，就烫了一下。我难得下厨，太高兴了也没注意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一会儿就消了。来，小月啊，爸特意给你买的盐水大虾。妈，以后这些事情还是交给家里的佣人去做吧。家里又不是没钱，请不起佣人。你的手受伤了，我们是要心疼的。是这样，你们今天回来，妈妈高兴啊，以后就不要下厨房了。顾平川向来孝顺，妈妈的伤连我都注意到了，他却默不作声，甚至不在乎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连这一点都变了？清月，我听说我们2家新合作的项目很忙啊，要不以后让云城过来帮你啊？爸，我才是顾氏集团总裁，让谁跟清月对接，我自己知道。你知道？那还和小秘书那么亲密啊？说，我胡说吗？你跟那个小姑娘在游乐场又搂又抱的事，都被网红拍到了，
现在还让他做你的秘书，我哪儿说错了呀？顾云长，顾平川，别忘了你是怎么当上顾氏集团总裁的。坐下。我已经把他开除了，我自己拎得清。拎得清最好。你记住，顾孟联姻是因为孟清月选上了你，顾氏才选择了你。你要是做了对不起孟清月的事儿，我第一个饶不了你。清月，我们聊聊吧。累，我开车都不觉得累。说吧，聊什么？那个网红的视频已经全网下架了，顾云成是怎么知道的？他今天还替你出头。刚刚说的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怀疑是我透露的？不然呢？还能是谁？夫妻之间的问题，有必要闹到我家里吗？第一，过去的事情就是过去，我不会再提。第二，这件事情是你实打实自己做过的事情，没有人冤枉你，你有什么可生气的？重新把这件事情提一遍，难道该生气的人不是我吗？口口声声说你过去，你现在还去公司开除小林，你现在还理直气壮，你就这么计较算我啊？而且你明知道我最讨厌就是别人插手我公司的事情，是吗？那你当初在公司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呢？刚刚在餐桌上的时候你也不说，你是不是忘了啊？你顾氏集团是靠我给你盘活的，当初要不是我不顾一切买下你40%的股份，又把这个权利交给你，你到现在还能有人管你叫顾总吗？你永远都这么高高在上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是个吃软饭的？孟清月，我告诉你，从结婚到现在，我一直在忍你。你大小姐脾气，你颐指气使的态度，就是比不上小林知书达理。而他只是安慰我一下，你就滥用职权开除他。所以说来说去，你就是在怪我开除了周小林是吗？顾平川，你别忘了，你在餐桌上是怎么跟我说的？你给周小林系鞋带的那天晚上是怎么跟我保证的？系鞋带，系鞋带，你现在还去抓着系鞋带的事情不放，你怎么能小肚鸡肠到这种地步呢？啊！我跟你交流不了，下车。你刚说什么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，今天天气预报有大雨，你要把我丢在这里是吗？冷静，下车。顾平川，这是我的车，下车。顾平川，我之前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，就算不够依赖你，但至少你足够真诚，我们可以互相理解。现在看来，这点是我错了。你既然觉得我善妒，剥夺了你精神出轨的权利，那好，顾平川，你的3次机会用完了，你想要自由是吗？我还给你。孟清月，
我不会再任凭你拿捏。小林回来了，你们要的你不给他，他都会给你，你就等着后悔吧。清月，嫁给我吧，我绝对不会背叛你。我这个人，这颗心永远都是你的。确定吗？我这个人可是不会轻易爱上别人的。你会爱上我的，我有信心。孟清月，孟清月，没想到你也有阴沟里翻船的这天。哎，这套别墅买给你，怎么样？平川哥，你真的要给我买房吗？可是我都被开除了，要是清月姐知道，她又该……没事的啊，我才是故事的掌权人，有我在，没人敢动你。真的吗，平川哥？你对我真的是太好了，爱你。孟清月，真的是你！你竟然出轨了！你这么做对得起平川哥吗？竟然拿平川哥的钱去给他的男小三买房！孟清月，你干什么？孟清月，把他放开！这还没离婚呢，就开始带着他出来招摇过市，不合适吧？那你呢？思辰，你高高在上的指责我，现在却给我戴绿帽子！第一，你那是亲妹妹，我这是亲哥哥，出轨的人只有你。第二，他周小玲也不是我下令按的，你就算是为爱出头，也麻烦搞清楚讲道理吧。还是说，只敢对我一个人叫？亲哥哥，你不是一直自诩很爱清月，不知道他有一个英俊潇洒帅气的表哥？好啊，愿意拍啊，就都来拍吧，看看到底谁丢人。刚好碰上，签了吧。你居然真的要跟我离婚？孟清月，你疯了！疯的人是你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你今天是来给你的亲妹妹买房的吧？她一早就发了朋友圈，庆祝自己上位快乐。就因为这个，那还不是为了给你收拾烂摊子？要不是你找小林的房东骚扰他，散播谣言，要不然我怎么可能会？我日理万机，一分钟有几个亿的流水，我会找房东去处理一个小三儿？我们清月要真想收拾这个小三的话，难道还会给你留英雄救美的时间？我怎么感觉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他？在国外的时候，记不清了。你的脸啊，太大众了。签字吧，财产划分很公平，谅你也没有意见。你他妈闹够了没有？我跟你说千万遍了，我跟小林没有越轨，她是我妹妹，对我有恩。你什么时候才能不这么小肚鸡肠？两家联姻不是小事，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离婚的。你最好收起你大小姐脾气，好好做好你的顾太太。哇哦，
这下两边腮红都对称了。顾平川，你是这几年安生日子过好了，被人捧在顾总的位置上，觉得爽了是吧？我孟清玉从一开始招的就是上门女婿，不过就是把你捧到了顾氏集团继承人的位置上，就开始忘本了。还合格的顾太太，我请问你是一个合格的孟先生吗？在商言商，你顾家就得看着我脸色吃饭。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桑骂槐？你希望我做一个像你母亲一样在顾家卑躬屈膝的家庭主妇？你有见过你母亲委屈吗？你有见过你母亲受过伤吗？她在你那个家里面小心翼翼的样子，你有在乎过吗？协议撕了一份没关系，还有好多份，你就往爽了撕。就这样，无能狂怒，走吧，哥。孟清玉啊，孟清玉，站住！早就说我去住酒店，你非要送我。你看房子没了，老公也没了。闭嘴！孟总，你公公来了，在你和顾总上热搜的时候就来了，非要见你，我把他带去休息室了。开完会之后去找他。孟总，可他已经等很久了，看起来很暴躁。那就更要等他情绪稳定了之后再谈，而不是需要我浪费我的情绪价值去哄他。是。哎，孟总真是一点都不内耗。清月，在公司还是称呼职务比较好，毕竟公私分明。更何况我和你儿子也马上要离婚了。什么？你们真要离婚？很意外吗？他都已经做出那种事情来，别说是离婚，我就算是让他净身出户也很正常吧。这话也不能这么说。平川跟我说了，他没有出轨，你们之间呢就是一个误会。你们小年轻在一起吵个架，闹个矛盾是正常的，你就别把这件事儿总抓着不放啊。所以肉体没出轨就算干净啊？这您比我更清楚吧？他周小林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出国的这些年，顾平川要么偷偷跑国外去看他，要么拿我们夫妻共同财产去接济他。之前是我信任他顾平川，从来没有调查。现在这流水记录清清楚楚的摆在那儿，需要我仔细给你核对一下吗？离婚协议我已经让人重新拟了一份送过去了，多说无益，请回吧。等等，清月，平川知道他错了，你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周小姐，我来收拾他啊！顾孟两家联姻事关重大，商场如战场，就算你不管我们顾氏，那你要考虑一下你的孟家啊，那就不要再闹小孩子脾气了，好不好？小孩子脾气，小孩子脾气，那我就告诉你什么是小孩子脾气。无理取闹，自己又没有解决问题能力，这是小孩子脾气。明知自己是错的，又死不悔改，这也是小孩子脾气。而我，不过就是在成熟的解决我的婚姻问题。你自己在外面财气飘飘，你又不是女人，当然无法共情。来人，孟总，送客。清月，请慢。王清月，你怎么敢真的和我离婚？平川哥，你怎么醉成这样？走，跟我回去。都是你，要不是你，他也不可能跟我离婚。他要跟你离婚，是他不知好歹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平川哥，只有我对你是真心的，他和你结婚也只是为了打压你。可我知道你有本事，有魄力，
是他配不上你，只想掌控你。对，明明我才是一家之主，为什么他却总是高高在上的？我不爽。对啊，只有我最爱你。This crazy love, our crazy love, take me to your heart, through the nights, lost in loves, between us just crazy love, our crazy love, like a falling star. 晚上帮我约一下新车王总。好。孟清月，我们聊聊。你们做了。既然知道了，就不要一直占着顾太太的身份。你表面上要离婚，实际上却停了平川哥哥的卡，不让我买房。归根结底，不过是欲擒故纵罢了。笑什么？我笑你蠢。我并没有停到顾平川的卡，他卡里那几个字儿我也不会惦记。这顾太太的身份于我而言也并不是什么荣耀，相反，离婚之后更可能是耻辱、污点。你喜欢的男人，现在来说，不过就是一个垃圾。你凭什么看不起我，还侮辱平川哥？你不过是投了个好胎，离了孟家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是啊，但投个好胎也是我的本事啊。不过小姑娘，3分天注定，7分靠打拼。我孟家除了我，上面还有3个哥哥。你觉得我不努力，这孟氏集团继承人的位置轮得到我来做吗？甚至我都没有命做。哼，我现在所拥有的权势、地位，那是因为我有这个能力。我在学校里考第1，课外技能样样精通。进入商场之后，内忧外患都是我来解决。就连你最爱的平川哥哥跟我结婚，那也是我在下嫁。你问我凭什么？那你又凭什么？青春、容貌，但是小姑娘，这些终有一天你也会失去的。你懂什么？哼，只要平川哥爱我，你就是输家。你还真是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你？啊！大庭广众之下做这么丢人的事情，这就是你的手段啊！还真是幼稚。看到了吗？我就算是泼咖啡，我也只会泼向始作俑者，而不会搞什么雌竞，用自己的体面去陷害别人。你还真是让我失望。顾平川，既然做都做了，就爽快离婚吧。你不用装，你的好妹妹都已经承认了。我昨天喝多了，清月，我把她当成你，脏死了。说我脏？好，脏这个字可能不太形容你，恶心才能更确切的形容你。我本来是想要好聚好散，但是顾平川，
既然这个面子你自己不要，那我也没有必要给你留面子了。清月，清月，对上。平川哥，孟清月这个女人，她也太恶毒了吧！她怎么能这样？我叫你不要招惹她，你他妈耳聋了！顾平川，你有没有良心？你是顾氏集团总裁，孟清月她老是压你一头，我帮你出气，你不帮我打那个贱人就算了，你也欺负我！对啊，我才是顾氏集团总裁，可事事都要听孟清月的，我就是太惯着她了，让她分不清谁是大小。孟氏集团继承人起诉离婚，下嫁丈夫竟出轨。孟顾联姻破产，疑似第三者插入。股市深受其害，孟顾股票跌停。进。孟总，海外市场调研组那边有结果了。怎么说？米国那边的华人商会可以帮我们拓展海外渠道，但是什么？商会的会长上个月重病，将商会给了自己的女儿安娜负责。可是安娜并没有松口合作的事情。原因呢？据说是安娜小姐的丈夫出轨了，她正忙着处理奸夫淫妇呢。孟总，那位可是个狠人，据说她的丈夫现在已经……只是现在小三还没抓到，所以并没有时间管理商会的事情。行，我知道了，继续交涉。怎么？孟总，您的大哥带着股东们来公司闹事，我把他们安排进会议室了，您要见吗？来，各位叔叔们，看啊，我爸妈把公司交给了孟清月，然后他现在搞成这个样子，自己落魄不说吧，还连累我们，而且到现在甚至都不给我们一个说法，这简直就是岂有此理，对不对？我就说吧，把公司交给女人管就没好事，为了那点儿女情长，就要把我们都拉去陪葬。是啊，就是啊。孟清月，现在股市跌停，我们大家都受到了影响，你说这该怎么办？就是四妹，当初爸妈就是因为你能够联姻，才把这个继承人的位置给你。你现在搞成这个样子，不能干，你就移位嘛，对不对？就是，你可是这几天公司损失了多少钱，还不赶快澄清一下？你这顾品川之间都是谣言，别在这丢人，连回应都经营不好，还害了公司。说完了吗？第一，孟氏集团股份我占比80%，比你们加起来都多。我的决定，你们凭什么质疑？第二，我孟清月是下嫁，如何经营我的婚姻与你们无关。烂黄瓜我不要，如果你们有任何意见，那就把股份拿出来，我原价收购。哎，孟清月，第三，二哥当初差点把公司搞破产，是我孟清月力挽狂澜。也是你们这些七大叔八大伯求着我执掌大权，给你们分钱留口饭吃。怎么，当初挣钱的时候大家笑眯眯的，现在亏钱了，开始翻脸不认人了是吗？想要骑在我孟清月头上指指点点，配吗？不，侄女，你生什么气嘛？大家也没说什么嘛，不都是担心你吗？对，一起想办法，我们不管干什么都支持你。没错，算了，侄女自己心里有数。离婚也好，顾平川那小子高攀还欺负清月，离婚好。大哥，你觉得呢？觉得女人就不该管。你给我闭嘴！清月有本事，公司就该他管。看来大家还是比较识大体的，要不然的话，我还以为大家是赚了钱，现在都想要分出去单干了呢。没有，我们大家都是担心你，现在看到你胸有成竹，我们就放心了，对吧？那我就不送了，叔叔伯伯们慢走。我孟清月在此保证，过了这件事情之后，下个季度回馈给大家的只会更多。
好，诸位请。哎，好，走。好，哎呀，这样就放心了。这样就放。大哥看来还不是很懂事啊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零花钱我们减半吧。孟秋月，老子可是你亲哥。公私分明，现在孟家是我做主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叫板？当初我告诉你，就应该对你赶尽杀绝，不然现在轮得着你叫板？大哥，当初咱们四兄妹继承人之争，二哥搞算计，三哥耍阴招，要不是已经危及到爸妈的生命，我不会狠心把他们丢出国外。至于你，你说为什么爸妈明明那么重男轻女，却最后还是咬牙把这继承人之位给了我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你蠢啊，因为你是个废物，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呗。咱们四兄妹当中，就属你最蠢最天真，要不然我也不会独独留下你的。不要以为你是个男人，这天平就会偏向你。我有本事让我以后的孩子跟着我姓，继承我优秀的基因，成为下一代继承人，这也是在传宗接代。而你，我的好大哥呢？你说你继续乖乖的吃喝玩乐，被我养着当个纨绔子弟就好了呀？我干嘛非要妄想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？孟总，都送走了，一个个老实的不得了。孟总真厉害。对了，这2天把孟清辉也给我丢出国去啊！任何在我面前有野心的人都该被处理掉。孟总也太狠了吧！你懂什么？孟总小时候因为是女孩，被孟总送去给姑姑养，一直到孟总生病需要肝脏配型才接回来，所以孟总对亲人本来就没什么感情啊。豪门也会重男轻女啊？豪门的古董才多呢。当年公司出事儿，要不是只有孟总扛着，哪来今天的孟氏？现在所有的人都要指着孟总，可孟总没有人可以依靠，他只能自己扛着。反正没有孟总资助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我无条件支持孟总，他做什么都是对的。你是不是飘了啊？儿子，公司有事儿，我们被孟清月害得这么惨，你还有心在外面鬼混？儿子不知道做错了什么，我只是跟孟清月吵了一架，他就这样胡闹，而且我也没有鬼混。这些天我在处理公司的事情。你在骗我是不是？我问你，周小林他是不是回来了？你带着他招摇过市，是故意在给孟清月上眼药呢吗？我只把小林当妹妹，当初你们把她逼出国，我心怀愧疚而已。所以你们没睡吗？你和那小贱人睡了，清月知道了。哎，何止是知道，据说平川的小情人顶着满满一脖子尾绳找孟总去了，就在咖啡馆都被偷拍下来了。孟总啊，第一次生那么大的气哟！闭嘴！你闭嘴！我今天我打死你！别打平川！滚开！不管怎样，下跪也得把清月给我哄回来，不然你让位。是啊，平川，你可别忘了，当初要不是我出国治病，加上孟总看上了，不然你这个私生子怎么会成为顾氏的接班人？你还顶嘴！快去把我儿媳妇哄回来！平川，听话，去把小月追回来。这么多年，妈妈看得出来，她喜欢你，千万别把人给推远了。我也知道他喜欢我，但我就更不能去哄他。他现在已经昭告天下，要丢我的脸。如果这次我再低头，那以后那岂不是要把他当祖宗一样供着？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明明是你有错在先，是你出轨找了小三。妈，你也是小三，就不能理解一下我和小林吗？我和他只是犯了一个错误而已，你总不能不允许别人犯一次错误。反正公司的事我会解决。这么多年，孟七月高高在上，也是时候该让他追父母走着。小三，我活出亲命养大的儿子，他原来是这么干我的。
平川哥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没事别来找我，你来干什么？你不能不要我，哥，我有办法帮你，让你的公司渡过难关。什么？我认识孟氏的一个合作商孟清月，这段时间自顾不暇，加上本来强硬的合作态度，让很多孟氏的合作商都对孟清月不满。我已经为你争取了机会，只要哥你今晚去吃顿饭，把这些合作商都撬走，不说公司有大单子，就连孟清月也会过来求你的。这孟氏的合作商连我都搭不上线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人家在国外又不是白混的，自然有自己的资源。当初读研的同学就是合作商齐总的女儿，本来我应该恨你的，但这段时间你都瘦了，我好心疼，我这才去求了同学，才能有这次机会。抱歉，之前打你是我不对，我也很后悔。没事的，只要你心里有我。平川哥，你会给我名分的，对吗？我们还是赶回去吧。顾平川，我们都牺牲这么多，如果得不到我想要的，就只能毁了你。那就预祝我们合作愉快。要不是靠徐总介绍，我赵某这辈子都无法结识孟总，是我感激才是。慢走，我就不送您了，一路顺风。我送您，赵总。怎么样，你哥人脉不错吧？今儿给你搭这条线，就当是送我妈妈别墅的谢礼了啊！少平啊，要不是听说你在追赵总的女儿，哪有时间搭理他？我妹妹最好了啊！哎，你不是上洗手间吗？为什么去那么久？也不知道好好在你未来岳父面前表现一下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可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你知道我看到谁了吗？我看见你那个养不熟的白眼狼前夫了。你们还没离婚是吧？已经带着他的小情人出来谈生意了。随他吧，渣男贱女，锁死也好。哎，你知道我看见他们在干什么吗？挖你们孟氏的墙角呢。不过好像丢人丢大了，要去看看吗？承蒙各位厚爱，那我就提前预祝我们合作愉快。来，齐总，我敬你一杯。顾总，怎么一个没注意你就跟我们玩文字游戏？我们没有同意要和你合作，怎么还强买强卖呢？你凭什么认为我们会放弃孟氏和你合作？是啊，别说你让利给我们2成，就算你全部都给我们，估计也比不上孟总的一个项目分给我们的1成多。不是我们瞧不起你，实在是，你的能力就这么一点点。你什么你？这么多年，要不是孟总，你算个屁！跟着你干，你配吗？也就是孟总宠你，让你把自己当盘菜，你自己想死啊就去，别拉着我们下水。走。啊！我们顾总可是行业领头人，你们竟然敢还蹭呢？联姻的时候就蹭我们孟总的头衔，都闹离婚了还蹭啊？你个小三儿，就别装什么正规军了，倒胃口。平川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这就是你给我找的机会。是，平川哥，平川哥，以色示人，能得几时好？老东西，你别走！你别碰我啊！别忘记当初睡我的时候你答应过我的。是你自己要给我睡的，给你几百块钱就可以了，还想要什么？你吃吧。老畜生！哟，莫非是感动中国人物，牺牲了自己，也要为别人的丈夫铺路？可惜呀，白睡了吧？怎么样？要不要弃暗投明，跟我们？我不要，谢谢。这样，那你不要，我也不要。我都听到了，
孟清月，你要是敢说出去，我可没那个兴趣传播这些没营养的东西。你要是有这个时间呢，你不如去劝求顾平川早点离婚，不然他就只能法庭见。你真的愿意跟平川哥这样幼稚的男人离婚？宝贝儿，还没搞清楚，在这场婚姻当中，真正的香饽饽是我。顾平川一个垃圾而已，你想要，送你喽。还要说吗？再不追你的优等男人，可就跑喽。你说他要是把这个心思放到正经工作上，估计早就乍富了。不过啊，我确实想起来一件事儿。之前我跟你说过，这女的我也眼熟，在国外见过。现在我终于想起来她是谁了。王八蛋！平川哥，我刚问过齐成问，他说是孟清月故意要羞辱你。平川哥，这个女人她太恶毒了吧！孟清月，你个卑鄙贱人！我就说，这群人今晚怎么敢这么和我说话？原来是你！平川哥，要不算了吧？孟氏集团那么厉害，我们斗不过他的，大不了去国外。为什么？孟清月不就是争风吃醋，想把我拴身上当条狗吗？我偏不！我有能力有手段，死也不低头。你就在我身边，别让他看看自己到底错过了什么。等我熬过这段时间，我看谁还敢这么对我。汉娜小姐，中国人不骗中国人，就算是买卖不成仁义也在，我也会给你这个面子的。那我等着。你不能进去，小月。孟总，这位说是你的婆婆，非要进来。出去倒茶。是。您坐吧。小月，求你一件事。小月，求你一件事，求求你别和平川离婚。你是个好孩子，平川他只是一时糊涂，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吧。这个圈子的女人不都是这样的吗？你错了，是只有你是这样的。起来聊聊吧，不要以顾家女人的身份只代表你自己。我们谈谈。走吧。又被打了，疼吗？是顾震天让你来的吧？其实平川他心里有你，他就是赌着一口气。这夫妻之间啊，小打小闹也是常有的事。你们和好吧，我保证我会把小林再送出国的。小林叫的还怪亲热呢。小林和平川从小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。小的时候为了帮平川被水泥砸断了腰，后来他爷爷找到我们，说是要平川认祖归宗，可小林非要跟着，他爷爷没办法，就塞给小林一笔钱送出国了。可是平川这孩子他不知道啊，他只以为小林是被他爷爷赶出国的，这么多年心里一直有愧，这时间久了自己也就分不清楚了。小月，你就再原谅他一次吧，我保证等以后平川发现你的好了，他绝对会回归家庭的。我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婚了，我也从来都不会期待在外面吃过屎的狗能够回归家庭。如果这份离婚协议你顾家一直拖着不签的话，那我不介意让他顾平川回归法庭。因为这点小事，你真忍心告平川？小事，错了就是错了，错就不分大事小事。你觉得你儿子出轨是小事，但他耽误了我这么多年的青春还有金钱，这是大事。可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，你身后是孟氏，平川身后是顾家，这每个男人都会偷腥的，而我们做女人的不就应该顾全大局吗？您倒是顾全大局啊，这顾家的股份和财产有您的份吗？我刚入学的时候就听说过您，您还是最早一批考上母校的学生呢，写过的文章拿过特奖，那篇文章我也读了。我一直都觉得您是一个非常有内涵、有远见的人。曾几何时，我还一直拿您为榜样，结果一进社会就开始恋爱脑，被小三而不自知，未婚先孕带球跑。
带着孩子回来认祖归宗，这才成为现在的顾夫人。您甘心吗？王八蛋！你老婆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因为我的单纯现在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小三，事业全毁了。单纯，说的真好笑。我看你就是蠢，不会觉得像我这样的家子，真的能看上你这种农村妹子？玩玩得了，装什么？是你骗我！你满意就给我滚！要等你肚子里的野种给我滚消下去！天哥，你把这女人从乡下接回来，以后心里还能有我吗？我大老婆死了，大儿子得了重病去国外就医，也不一定能治得好。老头子怕后继无人，迫不得已才把他们接回来。无非一个是继承人，另一个是伺候我的老妈子。那姐姐能愿意吗？毕竟啊，都是当小三的，总不能让她伺候我吧？怕什么？不愿意就滚！我想他为了儿子也会很听话的，是不是啊？妈，您就当是为了我的未来忍忍，好吗？妈。为了个男人付出了半辈子，值得吗？小月，我头疼了，好疼啊！孟总，那位走了吗？孟总，听说那位夫人是小三上位，您反正都要离婚了，要不还是少和他有往来吧，传出去也不好听啊。让他被迫成为小三的那个男人还招摇过市，都不嫌丢人。我跟他来往就丢人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他已经很厉害了，就是不知道为了丈夫和儿子操劳这20多年，有没有把学到的东西都忘干净。不然的话，我倒是真想让他摆脱顾家，来我公司。孟总，您真的好宽容啊。废物！一个老废物带一个小废物，让你去求人，就这点事你都做不好，你活着还有什么用啊？站住！你还好意思回来呀？我让你去哄孟清月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我让你敲孟家的墙角，你跳动了吗？啊，你是头猪吗？爸，我不想靠着孟清月了。他们都说我是吃软饭的，之前那些交好的富二代都在背后嚼我舌根子。我想靠我自己。你看你这个熊样，你有什么真本事？之前哪一个小子不是人家孟清月一口一口喂到你嘴里啊？我告诉你，孟清月现在已经申请离婚了，你必须把她给我哄回来，让她撤销离婚申请，不然的话，我们顾家就完蛋了。可是我没有可是，不管你有什么办法，就算你跪下来舔她的脚丫子，也要把她给我哄回来，不然的话，你都给我滚出这个家！好啊，那我们也离婚吧。妈，你疯了！我没有疯，我只是意识到小叶说的对，这样一个虚伪恶心的家，我配我的付出和忍耐。你觉得我是依靠你才能活下去，那我们就离婚，看看我离开这个该死的家还能不能活。你吃错药了吧你？啊，才出去1天就被策反了？你跟孟清月怎么比？你有青春吗？你有钱吗？有美貌吗？有背景吗？你热心个屁呀你！我们顾家股票都跌停了，你还闹什么呀？不想活了吧？爸说的也没错呀，说你老糊涂了，没事学那孟清月离婚干什么呀？
就当我养了个废物儿子，但我不欠你们的。我想离婚，好啊，那以后就把我当个人看。我王善不欠你们任何东西，以后不许给我大声说话，不然我就一锅耗子药，谁他妈也别想活！放了你了你个臭女人！吴妈，吴妈，帮我熬点安神的汤药。秦月，你喝多了，姑爷，姑爷！孟清月，你给我妈下了什么迷魂汤？她现在在家里闹离婚，你满意了？破坏别人家庭，你还有没有规矩啊？小姐，这没事，你去叫保安。好。喝了点满料就跑到前妻家里大喊大叫，你就有规矩？前妻，哼，谁同意了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我不签合同，我就永远是你老公。害着不签字的，并不能成为你一辈子的护身符。我已经联系了孟氏集团的法务，让他起诉离婚。反正呢，我是不着急给某个小三什么名分的，也耗得起。阴阳怪气谁呢？我跟小林已经断联了，从始至终，耿耿于怀、无理取闹就只有你一个人。你觉得我看起来像个傻子吗？那我他妈像狗吗？为什么都是你说了算？你是有舆论发酵，影响两家利益，把我搞成这个样子，你满意了？说实话，不满意。在我的记忆里，你虽然说能力不是够的，但至少人品端正，孝敬妈妈，尊重他人。现在挺失望的。那还不是拜你所赐，孟清月，我是你男人，我也有尊严有人权的。结婚这么久，你从来就没给我服过软，哪怕就一次，我服个软有那么难吗？孟清，其实我都是为了气你，我想让你反省你的独裁专制，可是你不能真的不要我。你以前明明对我很好的。为什么不服软？因为我没错，你总说我高高在上，有架子，跟你不平等。但平等的前提是我在向下兼容。你从来不上进不学习，靠着我给你的项目在外面吹牛逼，靠周小林来刺激我，维护你那所谓的男人自尊。你不觉得既要又要吗？那又怎样？小林他尊重我，敬仰我，依赖我，我只有在他那里，我才能感觉到被需要。而你呢？结婚这么久，你甚至连个孩子都没有给我生。说到底，你就是在规训我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这是我家。孟清月，这是我们的婚房，你把我赶出去！我跟你重申一遍，这是我家，是我用我的钱买的房子。带走。钱！你这辈子只有钱！我倒想问问你，你非要跟我离婚，可你失去了我，你还有什么？啊？把我赶走，谁还可怜你这个快30岁老女人？钱啊！钱爱我，我爱钱啊！钱能给我买到快乐和未来，还有数不胜数的男人，还有什么优秀基因库的精子。离了你，我只会过得更好。走，清月，走，快点，快走，清月。小姐，钱姑爷这事儿也不能老这么拖着，今天又来家里闹了。我已经联系了顾老爷子，
这件事情如果走司法程序的话，只会更浪费时间，让他们内部解决吧。这么折腾我快要入土的人了，还要回来处理你们这件破事儿。顾平川，现在立刻把字儿给签了。爷爷，爸，这不能签呐！现在孟氏只手遮天，现在签了，我们顾氏损失惨重啊！而且顾氏有危机，这不行啊！拎得清楚，顾平川已经把孟清月的耐心耗尽，再拖下去，保不齐他会快刀斩乱麻。与其被动，不如主动。爷爷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我现在还是孟清月的丈夫，你就着急让我们离婚，还跟他做男人？你个蠢货！你这么做不都是为了你吗？到时候媒体把清月的丑事也曝光了，还有脸跟你提离婚吗？他一定跑过来求你帮他澄清这件事情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俩的婚姻不就锁定一辈子了吗？我看你们是丧心病狂了。清月她又不是傻子。顾平川，你要敢同意这么做，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。爷爷说的对，男人就该不择手段。顾平川，你还是人吗？还是你老婆？妈，既然你帮不上忙，就不要添乱了。我知道你跟清月关系好，但是你不能给她告状。把夫人带下去，快休息休息。顾平川，你求救我！你不也说没有我这个儿子？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你们这一群畜生！你不也是顾家人吗？带下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孟总，您对我的服务还满意吗？孟清月，你竟敢出轨嫖娼！孟清月，你竟敢出轨嫖娼！听说孟氏集团的孟总也出轨了，这可是头条。他之前不还说顾总出轨闹离婚，原来是天下乌鸦一般黑，鬼圈真乱啊！跟紧抓拍，快拍！快点！放！快拍！别拍了！这边来一张，快拍下来！快！别拍了！别拍了！啊！再拍点！别拍了！别拍了！这边！你们别拍了！别拍了！拍到了吧？都他妈滚！拍到了没？这可是大新闻啊！清月，清月，喂，你是在找我吗？喂，你怎么在哪？那不然呢？在哪？在你刚刚踹的那扇门里啊！我还以为这顾家人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对付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孟总，我不该贪钱，听顾总的话来害您。原来是为了让你给我下药。我错了，我错了啊！晚了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你给孟总下的药还有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撒谎！你怎么确定你给清月下的第一杯酒他就喝？所以你肯定还有备份，拿出来吧，别逼我上手段。我错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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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拿了，我拿了。给您，给您。他们交给你了，不要坏了孟总的好事。是。
那可别了吧，在那扇门里能干嘛？看你们顾氏父子自嗨啊，不会起针眼啊！顾先生，你做出这种事情是您家风不正吗？我才是受害者，别这么问我！你说一下吧，顾先生，别这么问我！请正面回答一下吧！快，别让头条跑了！顾先生，你说一下吧，我追上去。快点！孟清月，你害我不告，还害我爸，还有顾家。我不过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，干嘛呀？不高兴啊？哼，莫非你是觉得你自己来晚了一点儿，错过了加入他们的好时机？顾平川，我是孟清月，孟氏集团的孟。你以为我屈尊降贵，跟你结婚之后，你就有资格跟我平起平坐了？还想来算计我，够格吗？来人，把他还有里面那个，给我扒光了衣服丢出去。是。孟清月，怎么？只许你们毁我清白，就不能让我把你们颜面扫地了？你就这样对我？我是你老公，只要我没签字，我就是你老公。顾平川，你是不是忘了？只要3个月公示期一到，我们照样就 say goodbye 了。走，孟清月，你会后悔的。孟清月，你会后悔的。孟清月。哎呀，完了，全完了！是成事不足、为权有余的家伙，顾家的脸面都让你们丢尽了。这事也不能全怪我，都怪那个孟清月。平常我都以为这女人心眼多，可这次她文臣武将的活她全都干了，而且还亲自动手。你看把云城吓得现在还躺在病床上，这个女人还有什么事她干不出来？可想而知，之前她背着平川做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儿。你给我闭嘴！你们3个废物，把顾氏搞垮了，扶都扶不起来。嘿，那个周小林，我已经找人打理了。明哥，你去找一下孟清月的父母，实在不行就下跪道歉。凭什么？他把我衣服扒了，丢在街上任人笑话。你要我去跪他父母？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我不跪。更何况他父母都不待见他，见了有什么用啊？你说孟清月去他公司挂红符，下跪扇自己耳光，只要让他停止对公司的围剿，哪怕你切腹自尽。我说了，我不去。孟清月看不起我，我就证明我自己。反正你们只会吸我的血，什么都不懂。你，嘿，反了，全反了，给我回来！平川哥，我只是想跟你在一起，怎么就这么呢？顾爷爷不仅把我赶出顾氏，还为了孟清月派人追杀我。你看，以后你就在我身边，我才是顾氏的掌权人，更是他孟清月的一家之主。我看谁敢越过我路。小莲，我都会补偿你的，你愿意跟着我吗？跟你愿意跟孟清月离婚？我不会跟他离婚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跟着我一起创业搞事业，好不好？虽然顾氏现在不行了，他孟清月手里也有大把股份，但是我不想再受他逼袭，所以我决定证明我自己。我要自己创业开公司，到时候我会把公司50%的股份都给你。真的？我已经联系了公司的副总和新项目的技术骨干，带着他们一起，就不信做不成。阿姨，真的谢谢你。不要客气，小月。我听说他们要对付你，就赶紧给你发了信息，但是也只是发了“顾家要算计你”这几个字。后来他们就把我手机抢走了，还把我关了起来。唉，不过还好你顺利解决了，足够了。相比于这些，我其实更担心你自己。幸亏你没事。还是多亏了你，小月。
如果不是你把我点醒，我都不知道我现在的日子还能过得这么舒服，不用下厨，不用打扫卫生，更不用担惊受怕。别说是下人，就连顾震天现在都不敢轻易欺负我。那现在这样很好啊。可其实我知道，我并没有真的站起来，只是因为现在顾家还不能出事情，所以我才暂时得到喘息。等到顾家这个危机一过，我在顾家人心里也还是不如一只蚂蚁。所以小月，你带我重返职场吧。平川哥，我们在等谁啊？怎么还要特意在门口等啊？这次可是个大任务，相当厉害。刚从米国回来，我们只要抓住这个人，就能抓住海外使者，更能直接截胡孟清月。真的吗？平川哥，你也太有人脉了，好厉害啊！没什么，不过呢，也确实值得惊喜。据说呀，这个安娜小姐凶名在外，任何人在她面前都不够看，能约到她，确实挺让人意外的。是女人吗？平川哥，你这么有魅力，是不是她看上你了？人家是华人商会的会长女儿，怎么会看上我一个有妇之夫啊？你说什么？你好，安娜小姐。好久不见啊，周小林。您认识周小林啊？是啊，老熟人了。那您是因为小林才愿意见我？小林，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啊！小林，还不赶紧过来给安娜小姐打个招呼？小林，我真他妈的想你啊！孟总，安娜小姐已经和周小林碰上了。知道了。好戏开场了。还真是没想到啊，安娜小姐，你居然认识小莲。小莲，你认识安娜小姐，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？真是谢谢你啊！谢他？你应该谢另外一个人。要不是孟总，我今天才不会过来。孟总，孟清月。不过我确实想起一件事儿，之前我跟你说过，这女的我也熟，在国外见过。现在我终于想起来了，她呀，就是唐人街的小三专业户。这女的在国外玩的超级溜，英语不好，就专门混在唐人街给人当小三儿。但是后面好像翻车了，就消失了。原来啊，是被你老公给接走了。翻车是？他呀，把人华人商会会长的女婿给人睡了，被人会长的女儿万秀秀当场抓住。周小莲，你敢勾引我万秀秀的老公？看我今天不弄死你！周小莲，让我抓到你，我一定把你碎尸万段！那场面超级刺激。华人商会会长的女儿不是安娜吗？华人商会会长的女儿万秀秀之前就觉得自己的名字特别土，后面啊接管了商会之后，为了跟 International 就改了个名字叫安娜。哥，我以前从来都没觉得你这么有用过，以后姑姑要是再骂你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谢了啊！哎，你这是夸我还是骂我啊？哎，清月，不想聊公事，那不如我们聊聊私事怎么样？安娜小姐，哦不，万小姐，听说你最近在抓小三，这个人我帮你抓怎么样？平川哥，你听我解释，你这个贱货，喜欢抢男人，国外都不够你玩了。平川哥哥，快救我！哥哥，你有很多好哥哥是不是？气死原配，假孕讹人，还敢给我万秀秀戴上绿帽子，宫强夫都比你会招人，小三专业户！川哥救我！万娜小姐，你也别太过分了。你他妈算什么东西，敢拦我？会个小三不值得。
歇歇吧，手都受伤了，为了小三不值得。你找我来，不就是为了收拾小三儿吗？那可不是，我是为了想要跟万小姐合作。你老公被抢了，你不伤心？不过就是一个烂人，丢了就好。我为了他破坏自己的情绪，大可不必。万小姐，不如这样吧，我们孟氏跟你合作，孟氏再让利2成，怎么样？绝对不会让你吃亏。你可真是个神人啊！行，我考虑一下。孟清月，你把我顾家害惨了，现在又要抢我合作商啊！我抢了吗？要不你自己问问万小姐，是要跟你合作，还是跟我合作？万小姐，要不是这贱人抢我老公，我知道你是谁呀？孟清月，你为什么偏偏要跟我作对？第一，凭我比你有本事；第二，我跟你作对，我可没那个闲心。是啊，连下半身都管不住的家伙，凭什么跟我合作？算了，国内也不是我的地盘，我也打累了。孟总，请我吃顿饭吧。请。万小姐，我平川哥，我好疼。这就是你说的在国外做的事业，小三专业户啊！平川哥，你听我解释，平川哥，这些年我给你花过多少钱？我去国外看过多少回？你就这样对我？说话说大点声！顾总，我们拒绝你的提议。另外，我和项目总监已经递交辞呈，不会再为任何顾家人工作。你说什么？我跟你说实话吧，从一开始，我还有公司的技术骨干，就是孟总的人。这几年顾氏跟不上时代，早就落伍，孟总才让我们进公司帮你。现在顾氏不配。喂！顾平川，你还有脸质问我？你说我是小三，你他妈就是个吃软饭的！我告诉你，我现在一无所有，我赖定你了。你要是不负责，我就把你那些丑照，还有我们的床照全发给媒体。你觉得现在的故事经得起波澜吗？你威胁我？怎么？你怕了？你当初搞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？伤都伤了，你他妈现在，你跟我连贞节牌坊呢？是，你他妈休想甩掉我，狗屁川！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，安娜。我家的老头一直不放心我管理商会，这次合作对象是你，希望你帮我赚到第一桶金，亮瞎他的眼。小月，这是我这几天跟着学习新做的策划方案，你看一下。清月，你公司这老葱哪里拔的？可别这么说啊，女人是看实力，可不是看年龄和地位。大妈，会说英语吗？要不要来我公司？听说你单干不成，赶走了张副总，还有几个技术骨干。我看你能力不大，野心不小。你这
要害死顾氏。爷爷，那些人都是孟清月派来的，和我没关系啊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孟清月这丫头从一开始就在安排自己的人手，等时机成熟，故意退出害我们？孟氏在顾氏所占的股份足足有40%，超过了任何一个股东。顾氏啊，早就名存实亡了。要不是有他孟清月扶持，就你这样的草，顾氏早没了。你够了！按照云城的说法，这些年一直没有长进，全靠孟清月。爷爷，公司的业绩都是我自己做的，可那些项目哪个不是孟清月给你的？爷爷，你也看见了，与其让公司啊毁在他的手里，不如交给我，赌一把。顾远成，以前你要抢我老婆，现在还要抢我公司啊！放肆！好，现在确定，以后顾氏由云城全权负责。爷爷，这不公平啊！如果你还想待在顾家的话，就给我闭嘴！爷，公平？你个私生子还要公平？你抢了我的婚约和继承人的位置，这些早该还回来了。顾平川，你看你能干得了什么？唯一一点就是伺候女人，结果还不安生。没有孟清月，你就是屁，也就是他傻，才愿意哄着你，让你觉得自己可有本事了。切，清月，你真的要选我吗？可惜我一无是处，还是个私生子。我可不觉得你一无是处，你孝顺好学，这种品质要是一直保持下去，一定会大有作为的。至于你说的私生子，那都是上一辈的恩怨，与你无关，也不会影响我对你的看法和态度。可是跟我在一起，一定会有舆论影响。你觉得我会怕这些吗？我可是孟清月，虽然有的时候呢是有一些大女子主义，但是顾平川，做我的爱人，我也可以保护你。不是只有男人才可以保护女人的。好了好了，不哭了。只要你以后呢不会觉得我霸道专制就好了。不会，我就爱你的霸道。这些事情，难道真是我做错了吗？老婆，清月，你来了。平川，你看认错了。喝了多少酒？给我清醒一点！妈，妈，你怎么最近也不在家？你怎么也不疼我了？都这么对我。莫七月他以前明明对我很好，为什么都变了？因为你错了。错了。对，你错的离谱，你错在既要又要，明明享受了清月给你的一切，却还觉得他损害了你的尊严。明明是你出轨在先，却又想着看他争风吃醋。还不是呢！我就是要拨乱反正。我是个男人，难道我要天天匍匐在他的脚下吗？啊！我就是要让他知道，
我不是没他不行。你疯了！说什么混话！明明错的就是你，明明出轨就不对。妈，当初要不是我爸出轨，你以为你有机会当上顾家主母吗？你以为我有机会能成为顾氏继承人吗？顾平川，你这个畜生！我没错，错的是他孟清月，他从头到尾就没爱过我，他只是把我当成了附庸，就因为别人挑拨他几句，现在就抛弃我，算计我，她就是个虚伪的女人。你要是不想成为别人的附庸，就该振作起来，干一番自己的事业，让别人对你刮目相看，而不是在这里指责自己的老妈和老婆。我不想吗？我他妈不想吗？我也想干自己的大事业，还不是被他给毁了。说到底，就是因为他孟清月。说到底，也怪你。你要是能好好管管你的这儿媳妇，好好教教她，老老实实在家伺候丈夫，现在一切都不会发生。是，怪我当初太傻太天真，被顾真天谋骗到了小三，怪我执意没有打掉你，辛辛苦苦把你抚养长大，结果从我腹中出来的儿子变成了刺向我的尖刀。妈，你彻底没救了，我念在母子一场劝劝你，现在看来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妈，孟清月啊，害我事业，毁我顾氏，还毁了爱我的妈。我以后，孟总，你的车保养好了，已经送回您家。好，谢谢。说，孟总，我们的人说顾平川昨天去见了您的父母，是吗？清月，我们聊聊。不聊。你今天没开车，也没人来接你，我送你吧。还是算了吧，顾总，这可是你的车，可不是我的车。我可是怕你把我扔在路边，那我怎么办啊？混，清月，你不信我吗？确实不信。清月，我们不闹了好不好？我妥协服软，放不下我们这个家。顾平川，我怀孕了，是你的孩子。顾总，放不下我这个家，那可就没办法给你心爱的女人和那个孩子一个崭新的家。自重。小月，走了。好。清月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听我解释。清月，清月，清月！平川哥，我之前那么对你，是我不好，我向你道歉吧。但是我真的怀了我们的孩子，你要对我负责啊！你又算计什么？上次万秀秀已经说了你的前科事迹，现在又来假怀孕了。不是的，这次是真的，我真的怀了我们的孩子。不信你摸，感觉得到吗？孩子在动。谎话连篇，滚开！怎么了？我的孩子流血了。小月，周小玲流产了。哼。哦，你就这反应啊？你难道不应该为小三得到报应而感到仰天大笑吗？
你大早上来我家给我打电话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不过你真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什么？周小玲这个孩子会不会来的有点太巧了？就是挺巧的。你说我跟顾平川都结婚5年了，也没有怀上，他怎么刚回国就马上怀了？该不会是你？绝无可能。就算是有问题，也是顾平川的问题。那我去开车。是你亲手杀了你的孩子，顾平川，这事我跟你没完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不会允许你生下我的孩子，我不接受私生子。你装什么清高？你自己不就是私生子上位吗？你来，打，让医院的人都看看，大名鼎鼎的顾总裁是个什么样的人渣。那你说你到底要怎样？你怎样才能不缠着我？好啊，既然彻底闹掰了，那就花钱消灾吧。500万，给我500万，我立马出国，到时候我们此生永不相见。你有多高贵？500万，我哪来那么多钱啊？连500万都没有。好啊，到时候我就去找媒体，这套现的流量都比你这500万多。疯了！放我出去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而且，我是因为当初万秀秀说你有假怀孕讹人的事情，我才先推了你一下。谁知道你真的怀孕了？怀孕是真的，但是她讹人也是真的。怀孕是真的，但是她讹人也是真的。清月，你怎么了？我来看热闹啊，顺便告诉你一句话，叫做“虑人者，人恒虑之”。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说，她周小玲的孩子不是你的。你胡说！因为你顾平川根本就生不了孩子。什么？您的体检报告确实没问题，非常的健康，不存在怀不了孕的。倒是您的前夫顾平川，您不知道吗？您前夫有弱精症啊。什么？我记得你们5年前也是在这里做的婚前体检，只是后来2位都很忙，刚好顾先生的父亲摔倒在这里包扎，就连同你们体检表一起带走了。他说他会转交给你们的。5年前婚前体检，顾震天早就知道，他是怕我嫌弃顾平川悔婚才隐瞒的。孟小姐，谢谢你啊，我就先走了。不客气。那又怎样？小英她崇拜我、敬仰我、依赖我，我只有在她那里，我才能感觉到被需要。而你呢？结婚这么久，你甚至连个孩子都不愿意给我生。说到底，你就是在规训我。从结婚到现在，你根本就骂错了人，不是我孟清月不要孩子，而是你顾平川无能。所以，你那孩子到底是谁的？孟清月，你为什么每次都要坏我的事？你怎么不去死？我之前有打过你吗？好像是没，但现在不是。你很得意吗？看到我如今这个下场，你爽了吧？我的爽点可没那么低级，不过落井下石倒是挺爽的。顾平川，3个月公示期马上就到了，好自为之。
孟清月，清月，平川哥，你听我解释。顾平川，你不能走，你要对我负责。我救过你一条命，顾平川。所以我那时候就死了，该多好。顾平川，你回来，你给我回来！爷爷，家属在外面等候。姐姐，爷爷怎么了？还不是因为顾云城那个逆子，为了报复我，报复顾家，把钱全都提出来，卷款外逃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我来想办法。我想，儿子，哎呀，儿子，医生，你醒了，医生说你是受了重大打击才昏迷的。妈，我生不了孩子了。你醒了，你爷爷也醒了，再给我们想办法，我们一起过去开个家族会议。开什么家族会议啊？这一个两个都躺下了，还折腾什么呀？走吧。我老了，不想掺和了。事关顾氏存亡，只有紧紧抓住孟氏，才能解决资金的缺口。拜托，别再贴着清月吸血了，人家又不是傻子，这样只会加速顾氏破产。闭嘴！胡说什么？平川，现在只有你了。你爸又扶不上墙，还有顾云城那个小兔崽子又生叛变，现在只能靠你了。我听说过几天孟清月要参加一个科技峰会，到时候以优秀企业家参加演讲。爷爷，你想怎样？你还记得一句话吗？舆论能毁了一个家，也能救一个家。我们顾家对孟清月有恩，虽说这些年孟氏早已还清，但还有个名头。只要我们在科技大会的媒体面前指责孟清月忘恩负义，就算他再不甘心，在舆论压力下，他也不得不帮我们顾氏渡过难关。老爷子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？清月这么多年里里外外帮了我们顾家这么多，你还要讹他？清月他又不是傻子，你这不是自取灭亡吗？哎，谈正经事儿，家庭主妇插什么嘴？你有说话的份儿吗？我说的是实话。老爷子糊涂了，你们两个也要照做吗？这不恶心人的吗？你说啥？平川，你妈被打了，你就这么看着不管？妈，男人说话，女人本来就不应该插嘴。爷爷，这件事情我会考虑考虑。怎么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舍不得那个女人吗？当然不是啊，只是牺牲我的尊严，去跪他孟清月，他凭什么？哥突然有点事儿，和我好哥们儿好好聊聊。那个，抱歉啊，我是被他给骗过来的，所以连累了你，陪我一起等。其实是我想认识你，所以才拜托泽京帮我拉线。
哦，孟小姐，其实我暗恋你很久了，直到你离婚，这才勇敢一把。秦月，凭什么你把我害得这么惨，却还能理所应当的出轨小白脸？非常感谢主办方这一次赋予孟氏集团优秀企业家的荣誉称号。孟氏集团在之前商业规划上面囊括了时尚、饮食还有娱乐方面，在这一次科技发展方面取得重大成功，我非常的开心。分享给大家的经验就是，一定要踩在时代的风口之上，勇于创新，不怕失败。谢谢大家。新人好，好了，下面是问答环节，大家可以自由向孟总提问。向孟总提问啥呢？孟清月，你口口声声给自己包装成良心企业家，你敢对着镜子、对着媒体说你没有压榨过普通打工人？请问这位小姐，你对孟总的指责是什么意思？有证据吗？请问小姐，你有什么冤屈吗？我当然有。孟清月这个人表面上人模狗样，但其实在肆意打压我们打工人。我是米国名牌大学的研究生，是从穷苦人家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我好不容易拿到学位证，想要回国发展，却被孟清月恶意造谣，害我被开除，被职场霸凌。什么？这也太不这样了！原来孟总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人，这么轻率。小姐也太不容易了。小林，这个名字，你不是孟总婚姻新闻里的小三本人吗？我还是小三，我是被造谣的，是孟清月，是她嫉妒我的才华，要恶意霸凌我，剥削我。可是当时新闻有图有真相，在游乐园抱着孟总老公又亲又啃又抱的不是你吗？难道我比别人多了一段记忆？对啊，其实就是他，我也看到了，都上新闻了。看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说我职场霸凌，你有证据吗？看来是没有，要不然的话，放我。大家请看大屏幕。大家请看大屏幕。你什么意思？展现证据啊！你猜，万秀秀在出国之前送了我一份什么大礼？你要干什么？不行，你不许！退后！害怕了？你觉得我手里有你各种大尺度照片？清月，你敢？你以为我不敢吗？在你看来，我应该会利用这块大屏幕来投放你的各种艳照，以此来伤害打压你，是吧？但我不是。这种事情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报复性，更像是一种隐私霸凌，毕竟很低俗。唐人街传人啊，这种啊，就是他呀！快拍下来！啥人？还造谣孟总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你给自己定的小镇做题家，辛苦考上国外名牌大学，在外打工人的人设。如图所示，你在3年之前就因为个人作风不正的问题被学校给开除了。除此之外，你还在国外给人当小三，害得人家原配跳楼自杀。你口口声声说靠你自己，是你自己努力，但你却拿着别人老公的钱任意挥霍，偷抢别人的成绩，这又该怎么说？这些就是证据。毕竟我们孟总可不是像某些人一样，是会空口白牙诬陷别人的人。我靠！学历造假，调换成绩，还逼死原配，是人吗？就这还说别人霸凌他？一直以来欺负老实人的不是他吗？占用别人的名额，抢占别人的人生，享受别人的金钱，这才是对普通人最大的霸凌。说我职场霸凌，欺负老实打工人，那你知不知道就是因为你一个本可以前途光明璀璨的学生失意堕落，因为你有多少的家庭支离破碎，你口口声声说靠你自己，还不是对别人的人生和家庭又偷又抢？因为我不甘心，
凭什么？凭什么你生下来什么都有？我连爸妈都没，你知道当一个孤儿有多难过吗？我知道，但这不该成为你伤害别人的理由。你羡慕或者嫉妒，你也可以成为他，而不是毁了他。你高高在上，你自然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你有没有吃过馊馒头、拖过垃圾桶吗？你知道被人一直踩在脚下是什么感受吗？我是靠男人上位的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是他们自愿出轨，自愿出钱，自愿为我的前程铺路。我有什么错？这些女人，她们自己窝囊，管不住自己的老公，而我周小玲，可有本事了。拿到现在的位置，我现在穿得起名牌，我吃得上牛排，你他妈凭什么高高在上指责我？因为我生来就应该高高在上，不是因为我流着孟家的血，而是因为像我这样的人，不管在哪里，都一定会站在最顶峰。我一不投机取巧，二不依靠别人，我为我自己而战，所得的荣誉都是我应得的。你以为你靠着偷抢别人的上位，以此为荣，殊不知道被你抢到手的那些都是垃圾。顾总，这么大，顾总怎么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滚出去！你已经毁了我的家庭，还要怎么样？缠着我阴魂不散吗？顾明川，你装什么？叫我妹妹，跟我睡觉的时候可没这么说。他说的对，在婚姻里面能被抢走的都是垃圾。你再胡说，我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！我靠，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吧？不过顾平川来干嘛？好抓吗？好喜欢。可是这是科技峰会。顾平川，我救过你，你还打我，我杀了你！保安，你也滚！清远，我错了，我今天在大庭广众面前跟你道歉，婚内出轨是我不对，难道我那也是酒劲上头？我始终爱的就只有你一个。我错的了，我明明只是想让你知足，多爱我一点，我也没想到，结果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因为你欠我，因为你恶心至极，既不忠诚又不坦诚，既想要吃软饭又放不下面子，想要自力更生又没那个本事。顾冰川，不管是谁，离开你都是一种解脱。这不是顾老爷，顾老爷他怎么也来了？爸，爷爷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爸，你疯了呀！快带爷爷走！废物，不这样怎么把孟清月夹在火上烤？清月，平川他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他好不好？你看，我们一家人跪下求你，还不行吗？清月，当初顾氏出事，爷爷拿出半个身家帮你，现在顾氏落难了，你不肯施以援手，爷爷跪下来求你好不好？帮帮我们！啊，这是干什么？顾老爷子看着还怪可怜的，不知道是真的假的。就算老公出轨，可是顾老爷子帮过孟总，是另一番恩情，这都不还吗？竟然任由老人下跪，这也太欺负老人了。可是孟顾两家联姻这么久，孟总一直在扶贫啊。盛大那个项目原来是孟总的，后来给了顾家，还有很多财经报道都有我。难道我比别人多了一份记忆？这是想要倚老卖老、道德绑架？我去，这不欺负人吗？别去，小月她有安排。你怎么知道？谢谢你能告诉我他们会闹事，我会解决的。还有周小玲的事情我也知道了，这孩子的性子有些极端，估计也会搞事情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阿姨，你每次都冒着风险来帮我，为了报答你，我把故事送给你，怎么样？可是我，女人就应该有野心，不是吗？既然想要下跪求我帮助，那就跪直一点。
求人要有求人的态度。孟清月，都言言无理！废，就只会在公众场合道德绑架。你以为这样我就会跟你复婚？回收垃圾的是清洁工，不是我孟清月。清月，爷爷我放下这张老脸来求你了，别再为难他。哭了，是您自己要跪下来求我帮忙的，怎么现在我接受了，你又觉得是我在为难你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依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只要你们下跪了，我就必须得帮助你们顾家。那这样说的话，这么多年以来我给顾氏做的项目，你们打算跪多久来还？我靠，顾总，我都要爱上了。你们到底要多久才能明白“男人膝下有黄金”这句话是让你们男人有自尊，不是让你们下跪？真的当黄金使？请回吧，我孟清月软硬不吃。各位记者朋友们，还有什么提问的吗？我们继续。孟总，关于广集团下一步的发展，有什么规划？我靠！你现在爆火了，你知道吗？又是热搜，又是直播切片，又是新闻的，这才是我们超级大女主嘛！今天晚上我给你办了一场派对，玩一玩。少在这给我贫嘴了，我没空，今天要去顾氏一趟。你去顾氏干嘛呀？你真要把那公司给你钱婆婆吗？靠谱？比你靠谱。哥，我刹车失灵了。什么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没事吧你？你可吓死哥了。没事儿，关键时刻我跳车了。我还希望有哪个好心人能把你给救了呢。我可从来都不会把生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。你不知道，靠自己才是正确的选择。就是可惜了我那辆车报废了，不过幸好我没撞到别人，我已经报警了。报警？你是觉得有人故意害你？我那辆车前几天才保养的，中间也没有开过，所以这刹车不可能无缘无故失灵。操，肯定是顾家那帮孙子。孟女士，我们检查过了，确实被人动过手脚，已经抓了给你负责保养车辆的嫌疑人。据他交代，是被人买通的。是顾景年，还是顾振川，还是那个老不死的？都不是，是孟女士，我们已经查清楚了，指使人在你车上动手脚的主谋是孟建国，也就是你的父亲。孟清月，你还不给你老子签和解书？真要让我坐牢？当初你受顾平川的挑拨，为了大哥要杀我的时候，没有想到会被抓吗？你监视我们，不应该吗？毕竟你们连要害死我的二哥都护着，我不得防着吗？那还不是因为你霸占孟氏，把你大哥赶出国？当初说集团稳定就让位给你大哥，为什么还霸占着不放？放？为什么要放？孟氏集团是我一手扶持起来的，凭什么要把我的心血让给一个没用的废物，毁了我的心血？义女，你还不知错？我有什么错？你们喜欢大哥，他被你们养废了；喜欢二哥，当初夺权的时候，他差点设计车祸害死你；喜欢三哥，他却想要把18岁的我送给别人玩来巩固他的势力。从头到尾错的都是你们，你们想要利用我来挽救孟氏，还想让我给你们的儿子做嫁衣。爸，为人父母也不可以这么偏心的，是谁有能力，谁才能偏心。这个没有人性的逆女，白眼狼，活该落得个孤寡老死的下场。我会不会孤寡老死尚不可知，但是你肯定会牢底坐穿。
这刑事案件，即使有谅解书也不能免刑，更何况我不会签。哎，听说今天换总裁，换谁呀？怎么也没半点风声？哎呀，反正不管换谁，反正不可能再是顾家人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过来管理顾氏集团的。说什么？啊！接管公司？你是不是脑子受什么刺激？滚回去！信不信我抽你？我没有开玩笑，这是我的任。妈，你一个女人就别做什么英雄梦了，行吗？你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嫁给我爸。别闹，我现在没心情哄你。他最大的成就就是成为你爸爸的家庭主妇，那是因为你没见过他独立自主的样子。清月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在家休息吗？孟清月，你要做什么妖啊？离婚协议你已经逼我签了，还来我们公司干什么？你是不是忘了，我才是顾氏集团第一大股东？你以为你在跟谁叫板？坐下。孟总发话了，既然不想做，那就跪着听。你干什么？你跪着住手！公司闹什么呀？清月，你已经和我们顾氏割席断袍了，现在来掺和顾氏的事，这不合适吧？看你这岁数大了，脑子也不太好使。我孟氏拥有顾氏集团40%的股份，按照正常流程，我有权决定谁才是新的管理者。你要把我们都逼死吗？他倒也不至于。我孟氏集团本来已经聘任王珊女士成为新的话事人，只是怕有一些蛀虫会作为挡药，所以我才来看看。孟清月，疯了！你居然把顾氏集团交给一个小三上位的女人管理！她是你妈，你要实在看不上，可以断亲。你们顾氏集团现在大厦将倾，股市跌停一晚上，就将损失10亿的市值，加上之前顾云城卷走的现金，目前来讲，你们只有3条：第一，申请破产；第二，由我孟氏进入清算，你们进监狱；第三，听我的。你做梦！还嫌毁我毁的不够是吧？没用的东西，只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好，只要你能救顾氏，稳住这100年基业，你说什么，老爷子都照做。我的要求只有一个，你们退出公司的管理，做一个闲散股东，公司由我孟氏接管，王珊作为我孟氏集团派驻顾氏的第一话事人。慢着，他一个外星人，凭什么接管我们公司啊？就凭我是金融大学博士毕业，就凭我当年为公司签下了1亿合同，那些都是陈年旧事了。你以为你把这些事都翻出来，我们就会认可你成为公司总裁吗？那这个呢？这是我孟氏集团最新谈成的国际合作项目，就是由王珊女士全权负责。顾老爷子，所以呢，顾北川，你连你最看不起的妈妈都不如，你还真是个废物实锤了。竟然！所以，嗨，反正也没别的办法，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。孟清月，除非你把我弄死，否则我不会把他交给任何人。好，你说的。公安局的顾冰川，你涉嫌教唆他人犯罪、杀人未遂罪，现将你正式逮捕。你都知道。孟清月，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你不是爱我吗？嗨，我的爱很值钱的，你配我？妈，你救我！你救救我！我不要做了，我只是不甘心，我想证明我自己啊！妈的！
这一巴掌是你情愿打的，这一巴掌是替我自己打的。年轻时我被迫当过小三，可能对不起的人有很多，可是我从来没有对不起你。可你是怎么回报我的？自私、贪婪，甚至恶毒！爸，你不能不管我！爷爷，爸！清月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他。没事，他是他，你是你。那么现在，恭喜你正式接管顾氏集团。以后，请为我们大家多多赚钱吧。啊！站住！臭婊子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臭婊子，出来卖，还敢跟老子玩？仙人跳，让老子抓到你手脚就给你挑了！走吧，我妈叫你回家吃饭呢。姑姑回来了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我妈一听你出车祸了，立马转头就飞回来了，比我啊让她回来见亲家都快，根本就不公平。好了，走吧。行。